最近一段时间，有2个经济学家的演讲在舆论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一个呢是东北证券的经济学家付鹏，另外一个呢就是国投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经济学家其实分为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学院类型的，你比如说林毅夫啊、周其仁呐、张维迎啊这些人啊，他们呢或者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或者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或者总而言之吧，是以理论研究为主啊。另外一类呢，就是市场类型的经济学家。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券商，实际上世界上也有很多大型的券商。券商里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研究机构里头就有研究理论分析的。那么这里头研究理论分析的也被称之为经济学家。这个付鹏啊和高善文呢就属于后者啊。那么这2类经济学家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啊，前一类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偏重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啊，它一般来说有的时候很难证伪，尤其是经济学就更难证伪了啊。还有一点就是，即便是被证伪了吧，一般来说你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啊。你比如说林毅夫，你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啊，现在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已经是实现了啊。中国的这种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的发展啊，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交口称赞啊。而且具有可复制性啊。那你这个研究理论出来之后，没什么人去，就算别人反驳你，这个也没什么。就算你说错了，你也不需要承担什么代价，甚至还有可能升官发财呢，对不对？因为领导喜欢听嘛。但是市场类型的经济学家就不一样了，因为市场类型的经济学家，他主要侧重的是判断、预测，而这种理论类型的经济学家，他主要注重的是解释，就是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或者说这成就已经形成了，他们怎么解释？你比如说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确确实实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增长啊，怎么解释这个增长呢？那就是学院类型的经济学家来干这件事情啊。但是市场类型的经济学家不干这事儿，因为解释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做分析和判断，尤其是预测。那么中国的经济未来几年它会如何发展？哪个行业会是重点发展？那对他们来说，这个预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预判的话，一旦错了，它跟学院类型就不同了。学院类型的你错了还可能升官发财呢。对于市场类型的经济学家来说，你要是判断错了，你就会接受市场的惩罚。你比如说，你要是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的发展，如果跟真正的发展过程中间有偏差，那么投的这个行业有偏差，那你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啊。因为券商他指导自己的客户进行投资的时候，都是依照于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判断。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市场类型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当下经济的准确判断，往往比学院派的更准确一些，更客观一些。正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今天就来讲一讲这2位经济学家他们对当下经济的这种看法啊。付鹏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高善文我多年之前还采访过他，他当年呢还是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当年06年的那个大牛市啊，他其实是最早就是预测到的，而且呢准确的给安信证券赢得了特别大的收益啊，所以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高善文的这篇演讲啊，其实啊它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概念。什么核心的概念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行嘛，经济发展呢这个消费不振，房地产市场呢这萎靡不振啊，教育市场呢这百业凋敝吧，一句话啊。但是呢 GDP 的数字还挺好，总是维持在5%左右啊。这高善文的这一篇演讲啊，说到底它就是一个问题，就中国的 GDP 到底可不可靠呢？这个公布的这个数据啊，它的结论我先讲啊，不可靠。就是过去3年啊，中国的 GDP 啊都被高估了。说高估了是好听一点，实际上就是造假了。按照他的这个结论呢，就整个这个 GDP 在过去的3年的时间里头，平均每年造假注水了3%，3年的时间差不多高估了10%。那这个结论还是挺惊世骇俗的啊！那你想想，那统计局每年都是正儿八经公布中国的 GDP 啊，年度增长5%呢。你现在这一个经济学家，你说我们中国的 GDP 造假，你怎么造假了？大家来听我分析一下啊！当然，这都是高善文的分析啊。我呢是把他这个演讲啊简短截说，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他的分析方法啊。他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啊，
他说中国呢经济从2016年到2018年就开始搞了一个转型，当年不是提出来所谓的2025中国制造吗？那么中国制造呢就要由那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那种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密集型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经济结构。他说这个转型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把中国的上市公司做了一个分类，这分类中间呢就分为3类。一个类别呢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它是政府希望支持和鼓励的，是希望推动经济转型所引导的方向，我们把它放在第一行，叫做支持类的行业。还有一类行业的话呢，是代表着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试图加以规管和限制，以及呢，由于经济增长自身的原因呢，由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原因呢，这些行业呢自身呢也在逐步的走向衰落，比如说包括房地产，比如说包括传媒等等。我们呢把它放在第3行，简单的称作限制类的行业。实际上呢，还有大量的细分行业，从经济转型和政府政策引导的角度来讲呢，是完全中性的。就是政府呢，既没有刻意的去鼓励这些行业的扩张，也没有明确的去对这些行业的话呢进行限制。我们呢把它放在中间这一行，比如说商贸零售，比如说社会服务。那么它与经济的这样的转型过程呢，没有很紧密的联系。总体上的话呢，是一个中性的类别。他发现从2016年以后呢，这些公司的总市值、利润，它发生了一个变化、分化。无论是从营业总收入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总市值占比的角度观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性类行业的占比总体是稳定的。那么这些数据的话呢，也表明我们对于中性行业的划分总体上呢是大体可信的。但是呢，在数据上呢，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到，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如果我们把这之间的话呢作为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一转折点之后，从营业总收入的角度看问题，限制类行业的占比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支持类行业的占比呢出现了明显的扩张。从总市值的角度看问题，政府试图限制的这类行业，它的总市值的占比在下滑，而政府试图支持的行业，它的总市值的占比在上升。这些都清晰地说明，在过去4、5年的时间里边，经济转型在切实确定的发生，并且经济转型的方向与政府政策试图引导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他紧接着就说了，那大家都感觉到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的确有了问题，消费萎靡不振吗？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不是这个产业升级带来的呢？这是一个成长的烦恼，转型的代价呢？他研究发现，他说不是，不对，怎么来分析呢？疫情以后，一个省的消费增长与人口老化之间开始出现很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的特点是什么呢？这种紧密联系的特点就是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结构越老，消费增长越快。这个在直觉上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在直觉上，我们总是认为一个地方的年轻人越多，经济越有活力，越有创造性，经济的消费活动会越旺盛。老年人越多，情况呢则刚好相反。但是在疫情以来，在中国数据之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刚好相反。年轻人越多，经济越没有活力；老年人越多，经济活动越活跃。就是疫情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
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但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不正常啊。那么他研究就说，你看疫情之后啊，老年人呢，他的退休金呢没有怎么变化嘛，而且还在增长呢，对不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收入没有受影响，也包括体制内这些呢工资呢也没有受影响。那究竟什么是影响呢？他就发现，其实啊，就是这个整个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啊，你可能经济出了问题嘛。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讲，疫情爆发以后，最大的冲击之一是未来的收入增长的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的确定性大幅下修。大学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或者说找到的工作与自己原来的预期相比，具有显著的落差。在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的话呢，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第二点，他就发现，他说疫情之前呢，中国的房地产呢的价格跟整个消费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人们的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房地产的下行，人们的消费也没有明显的萎缩。但是疫情之后不一样了。从数据上来看，他的意思是说，在疫情之后，房价涨得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消费增长就越快。但是问题在于，疫情之后的话呢，房价基本上没有见过上涨。所以呢，真实的情况，这个图的结论是说，疫情之后，一个地方的房价跌得越多，那么它的消费的下滑也越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些地区疫情之后买房子的主力军变成了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他如果要是收入预期下降了，或者收入受到影响了，房地产的市场在下降的话，他立刻就不敢消费了。这是第二点。他说，你看这些数据啊，都跟我们传统的认知相违背。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公布的数据啊，经济增长就是5%，失业率也没有显著变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反常的数字呢？他呢于是研究了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边，上面的虚线是沿着正常的历史趋势，它所应该表现出来的增长，下面的实线是它实际的增长。疫情以来的这3年时间里，虚线所体现的趋势与实际的就业增长之间的累计差口有多大呢？这一累计差口是4700万人口，大约相当于4700万劳动力。换句话来讲，跟正常的历史趋势相比，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不能够正常的找到工作，而如此大的就业机会的丧失，很自然的与人们在就业上感受到的压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如此巨大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这么多人去了哪里了呢？下面的这条红线是乡村就业人员的历史趋势，其中的断点线是沿着长期正常的情况，乡村就业人员的数据所应该呈现的变化，其中的实线是它实际发生的变化。在疫情这3年的时间里边，相对于历史正常的趋势，乡村就业人员累计增加了4100万人。这一量级与城镇就业人员的减少在数量上是相当接近的。疫情以后，随着城镇创造就业能力的显著恶化，大量的人口返回到或者
滞留在农村地区。他本来去城里找工作，找了半天找不到，还要租房子，然后还要吃饭，干脆的话呢就回了老家。他从城里回到老家以后，他的数据就在城镇的失业率的数据上表现不出来，但是呢在总的人口就业的数据上就明显表现出来了。那还有600万呢？而这600万呢，有可能是这些人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干了嘛。你比如说40多岁，他再找工作找不到了，于是他可能就在家里再带孩子带孙子，那么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也就不被统计在失业率里面了。紧接着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经济数据总体上都是很可靠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经济数据之中的一部分比另外一部分要更加可靠。经济数据在一些时候比另外一些时候要更加可靠。这句话令人意味深长啊，咱们等一会儿还会分析啊。那么紧接着他就讲了，他说什么数据最可信呢？价格。他说价格呢，一个是统计起来比较容易，其次呢没有造假操纵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的这个物价呀，跟整个的经济啊 GDP 的增长啊，过去也是有一个统计方面的相关规律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就发现，就按照官方公布的 GDP 的增长速率跟价格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常，有2个非常明显的异常点，就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用2条线画出来的2个异常点。这2个异常点对于正常趋势的背离，毫无疑问的话呢，都超过了2倍方差的水平，甚至超过了3倍方差的水平。换句话来讲，我们这里所描述的2个异常点，它不符合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边数据所应该具有的趋势，它不符合一般的经济理论所提出的预测。那么这2个异常点是什么时候呢？这2个异常点就是最近这2年。与此同时呢，他们又统计了就是实物消费啊，实物这个商品的消费额啊，跟这个 GDP 之间增长的关系，过去也有一个规律啊，但是发现过去的3年，这个数据跟过去的总体的规律来讲呢，也是明显的反常。那么种种这个反常的数据说明什么呢？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如果我们认为就业人员的增速这一数据是可信的，那么呢，经济增速就太高了。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速这一数据是可信的，那么就业人员增速的话呢，就太低了。就同样以过去10几年在就业和经济增速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为基准来观察，在这2年的时间里边，就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显得非常的反常。因为你如果有这么大的这个失业数据的话，你的经济不可能增长这么高嘛，按照过去的规律啊。或者说如果你的经济增长的数据是这么高的话，那你的总失业的人口就不应该这么高。这2个数据之间是矛盾的，也包括你的物价水平，包括你的实物商品的消费水平也是一样的。那么最终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房地产泡沫破灭这几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每一年平均可能高估了3个百分点。过去几年累计的经济总量的高估也许有10个百分点。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其实我们的 GDP 啊，实际增长的数据只有2%，根本不是5%。当然这里头还补充了一个证据啊，他补充了一个什么证据呢？他说过去这几年啊，中国的 GDP 的增长速度放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房价泡沫破裂了。那么房价泡沫破裂了呢，导致了整个房地产的市场价格长期低迷啊。我们看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之中，房地产泡沫破灭3年以后，经济增速都经历了大幅度的下滑，下滑的中位数的值在3到4个百分点，下滑多的经济增速3年的平均值的增速下滑多的有7个百分点。
中国在房地产泡沫3年以后，经济增速跟泡沫破灭之前的下滑是多少呢？0.2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几乎没有下滑。也许我们的宏观调控水平确实达到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的水平，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速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的话呢，能够相对维持稳定。就是也许这个现象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这个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公开数据的来回比较呢，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对经济增速的数据需要呢多一分更仔细的考虑。所以他呢说如果把 GDP 的数字向下修订3个百分点，那所有的数据就都可以解释了。比如说4700万的就业人口消失了，比如说你现在的消费这个数据大幅的下降，比如说现在的物价长期的低迷水平徘徊。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现在的 GDP 的数字是完全被注水了。这个注水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中国的决策层被骗了。这 GDP 这个统计数字它不仅仅骗老百姓它也骗中国的那些政治局的官员呢。那领导还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上就实现了，马上就超过美国了。你想想，每年5%，是不是？那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啊。但这个高善文讲，他说在9月26号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就是经济问题。终于领导层发现，好像是自己被骗了。如果说在8月份之前，主流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增长是成长的烦恼，那么926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的话呢，我们开始正视问题，正视经济增长层面存在的问题，并准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应对这些困难。我认为呢，这一政策的转变，首先是正视问题，首先是正视当前的局面不是成长的烦恼，而是周期性的压力。接下来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话呢，去应对这些困难。那么这种巨大的转变呢，是这以来的话呢，市场巨大变化最重要的基础。现在经济的状况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根本没有到5%，可能实际就是2%。这个就是咱们11当时黄金周之前推出那个10万亿刺激那个政策的背后的决策背景。当然了，他也讲到了就如何刺激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他说应该是降息，应该是给银行注资，同时呢，政府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泡沫破灭以后，经济增速要回到之前的正常水平，平均来讲，大概需要9年的时间。泡沫破灭3到4年的时间以后，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但是这个增长呢是非常弱的增长。8、9年以后，经济才能完全吸收泡沫破灭的影响，回到泡沫破灭之前相对更正常的增长。也就是说，他讲了2025年很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经济转型的年。就是从泡沫破灭对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冲击的过去3年，经济增速本身在数据上看上去很不正常的时期，经济实际的增长非常弱的时期，逐步的转向相对后泡沫时代可以维持的更弱的增长的转折时期。当然了，他的这个分析模型中间，我认为其中有一点可疑就是中国的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因为日本当时那房地产泡沫破裂，那是非常惨痛的就是那个房价的下降，那是下降3倍5倍都是非常正常的但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总体来讲，在绝对值上来讲，跟当年的日本来比，还是要差一些所以你能说现在是不是就是房地产的泡沫破裂？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有可疑之处。是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发展周期导致的？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他对这个整个 GDP 注水造假的分析，这个数据推论和分析过程中间是非常可靠的通篇看下来高善文对未来中国5到10年的发展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在我看来6年前高善文的一次演讲其实更重要也更宏观。那次呢是2018年，他是在山西证券的一个会议上讲的话。这篇讲话他其实分析的是未来30年、5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在那篇演讲中，他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你知道了吗？
邓小平啊，在1978年年底啊，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做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他说这件事情实际上决定了中国过去40年的国运。在我看到的范围之内，没有特别公开的讨论呢，就是决定打越南，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苏联开放，不是对东欧开放，不是对印度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不是对拉丁美洲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它就难免有一个前提是美国要接纳你。我们打开《水浒传》的话呢，我们会知道这个梁山好汉的话呢，在《水浒传》上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然后很多人纷纷的去投奔。投奔梁山不是说你到了梁山这个聚义天下，然后你说我来投奔就可以的，程序不是这样的，革命程序不是这样的。革命程序的话呢，是你要投奔梁山，你必须有投名状。他说当年啊，邓小平决定打越南，其实就是中国取信于美国的投名状。大家都知道，当年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不是访问美国吗？他就讲到了，他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啊，后来他跟卡特搞了一次秘密的这个交谈，然后呢，正式的程序结束以后，把所有的人赶到屋外，只有小平同志、卡特总统还有2个翻译，中方的翻译是季朝柱。然后呢，小平同志跟卡特说，我们准备打越南。卡特总统很吃惊，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然后的话呢，紧接着就拿出了一支笔、一张纸，开始开列清单。这个清单是什么呢？这个清单就是美国马上准备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一个对美关系的专家告诉我，美国当时提供给中国的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国的水平，就是他的很多武器连英国都不卖，他不卖给他的盟国，但是当时的话呢，卖给中国。你想想，对于美国来说，听到这个消息，那是多么的那个感慨啊！因为美国对越南有情结啊。第一，美国当时啊打越南的时候没打赢，在越南吃了大亏，对吧？第二呢，越南是苏联在亚洲的小兄弟，那中国打越南，那就说明什么？中国跟苏联之间说白了，就永远也不可能再和解了。而当时美国呢，其实拉中国就是希望用中国来对付苏联嘛，中国是对付苏联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嘛，所以中国打越南就说白了就是给美国来投名状，而美国呢也确实非常吃这一套啊，所以呢，当时的改革开放这个打越南的事情呢，赢得了美国对中国的极大的信任，为中国的未来的国运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中美关系变得友好了。为什么中美关系友好这么重要呢？美国这个国家毫无疑问的话呢，是过去100年甚至是过去150年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的科技和军事的实力，美国在全球政治生活之中的影响，在苏联曾经很强大的时期，也顶多勉强跟美国可以分庭抗礼。但是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和实力去挑战美国。他就讲到了，他说美国这个国家是过去100年甚至150年来最成功的国家。那么这个工业制造能力导致了它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这世界的老大。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凡是跟美国搞好的关系的国家呢，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凡是跟美国关系搞得不太好的国家呢，经济你就落后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嘛。还有一点，美国这个国家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美国它是由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的精英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这些白人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在骨子里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所谓的传教士情节，就是他希望在全球范围之内去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始终把这一点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极其重要的基石。如
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至少愿意表现的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把你当朋友，然后美国就愿意跟你正常的交往，美国就愿意对你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美国就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美国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你跟他是格格不入，并且是背道而驰，在意识形态上，他就会把你看作陌生人，看作路人，甚至是看作凶恶的敌人。当时邓小平就是努力的把中国成为了美国的朋友、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准盟国的关系啊。他说这一次那是赌对了中国的国运，为什么呢？尽管中越当时自卫反击战打得很艰苦，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主力全在中国的北方。当年的话呢，在海拉尔离中蒙边境的话非常的近，在海拉尔的铁路沿线上的话呢，全都是炸药，包括的话呢，整个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都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虽然战争是在中越边境发生的，但是的话呢，中苏边境是极其紧张的。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一个原因是卡特总统告诉小平，苏联150个常规师都在东欧，在中苏边境的话呢，兵力十分空虚。当苏军把欧洲的军队调到了中苏边境的时候，中国就急忙的从越南把军队全部撤回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这场战争，中国虽然说在战场上付出了较高的代价，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他讲的啊。紧接着他就讲第二次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就是91年苏联突然垮台了。苏联垮台之后啊，美国呢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新的国际战略的选择。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取得了冷战的彻底的胜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一颗棋子，它的战略重要性的话呢，似乎迅速下降。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又面临着全新的选择。所以当时啊，中国面对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两个这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瓦解了，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怎么搞？你在意识形态上怎么搞？第二呢，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遏制？当然，当时还有一个背景的情况，高尚文没敢讲，就是因为1989年国内镇压了6·4啊，所以这个时候邓小平又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口号：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你千万不要冒头，就是韬光养晦，就是闷声发财。他讲当时啊，做这2次决策的时候，邓小平都是力排众议，但是啊，确确实实为中国的40年过去的国运的兴隆啊奠定了基础。他说：“你看，邓小平啊，平常喜欢打招牌，也不访贫问苦。像我们的很多领导人，一到人家里头就掀锅盖，看你家吃什么呢？动不动就说我来晚了，是不是？”说邓小平从来不来这一套。但是你看到了吗？在事关国运的关键时期、关键节点，邓小平做的这些战略决策啊，都决定了中国过去40年啊，走在了一条繁荣的道路上。他说：“你看，现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2015年之后情况全变了。”他就讲，他当时作为智库的代表去美国去访问，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半官方的智库到美国去访问啊。在2015年之后，尤其是川普上台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说这个变化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因为当年克林顿啊支持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曾经说过，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巨大的经济繁荣的实现，
随着中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去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渠道，他们在政治上也必将要求或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这一点将是美国政府坚定不渝地推行的目标。他说，美国人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中国经济是发展了啊，好像国家也变强大的，但是国内呢，老百姓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的表达了吗？没有啊。那么整个社会呢，是更开放了吗？也没有啊。相反呢，却处处跟美国为敌。所以美国终于发现了，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之后，不但没有融入世界，相反变成了一个美国全球各地的竞争的头号的对手。所以现在美国的整个政策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要跟中国之间要进行战略竞争。而这种战略竞争导致什么？导致中国面对的国际外贸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要对中国增加关税，欧洲要对中国增加关税，加拿大要对中国增加关税，这不都是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美关系所带来的副作用吗？但问题在于，现在的中央领导有没有7、8年小平同志那样的战略远见，那样的远见卓识？这个是需要历史来考验的，这个不是靠自己吹牛逼能做到的，这个是需要经受历史考验的。高善文在国内其实不敢充分的把话挑明了，我们在境外解读这个报告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习近平上台之后在瞎折腾嘛，你继续执行韬光养晦的政策，跟美国相对比较友好的政策，那对中国不是最好的吗？结果你就突然你自己的野心，你自己的雄心，然后就爆棚，就要跟美国对着干，不对，给中国就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他当从美国访问回来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过去中美关系长期以来这种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了，未来中国可能要面对一个长期的跟中国冲突不断的不确定性的中美关系。6年过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是不是沿着这条道路在一门心思在往前走啊？是不是中美关系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动荡的关系啊？是不是充满了冲突啊？确实是啊。而经济呢？经济现在随着高善文的新的报告也是如此啊。所以你看6年之间高善文的两次报告，我自己啊特别有共鸣。为什么呢？就第一点，你现在的经济数据啊都是注水的，都是造假的，你不断欺骗老百姓，你自己都被蒙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整个中国的经济糟糕到什么程度。第二，国际上现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格局，你除了拉了这个普京，你拉了这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兄弟搞一带一路，你美国、欧洲这些所有的国家对中国都祭出了不太友好的外贸政策。这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整个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他在这个第2篇演讲的就是过程中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对年轻人来讲，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没搞对，大家就回去洗洗睡吧。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已经无所谓了。用子阳同志在广场的话来讲的话，我们已经捞了，无所谓了。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我们确实站在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关头。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被领导人错误赌国运的时代，你再努力都是徒劳的。但实际上想想挺残酷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人跟这些政治领导人之间啊，对这个历史进程的影响确实是不同。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比较幸运，赶上了邓小平啊赌国运为我们赌来的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所以我们的努力呢，最终换得了我们还能取得一些成绩。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啊，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赌国运错误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啊，就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些中共的领导人能不能看到？我所希望的是啊，当他们看到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凋敝，
看到了国际对中国的围堵，看到了现在的民生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艰辛吧。我真的希望他们放下自己的野心，放下自己的雄心，多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真的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要义。如果那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整个中国对美关系和对外关系呢？也反思一下中国对内的各种各样的内政措施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中国的经济数据总体上都是很可靠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经济数据之中的一部分比另外一部分要更加可靠。经济数据在一些时候比另外一些时候要更加可靠。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也许我们的宏观调控水平确实达到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的水平，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速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的话呢，能够相对维持稳定。就是也许这个现象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苏联开放，不是对东欧开放，不是对印度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不是对拉丁美洲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那样的远见卓识，这个是需要历史来考验的。这个不是靠自己吹牛逼能做到的，这个是需要经受历史考验的。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没搞对，大家就回去洗洗睡吧。